Hello， 大家好。2026年的5月20号 ，SpaceX 的招股書砸进了华爾街，目標估值呢1.75萬億美元，最高衝到了2萬億，計劃募資大概750億美元。這是什麼概念？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 IPO 是2019年沙特阿美創下來的，募資了294億。那沙特阿美就是全球石油儲備量最高、賺錢能力最強的沙特阿拉伯的地球油庫。 SpaceX 這一刀下去，直接是它的2倍半還多。一家20多年前連續炸火箭差點破產的公司，如今要頂着史上最貴 IPO 的帽子。預計26年的6月12日登陸納斯達克，代碼 SPCX。那更刺激的是，它這一上市可能讓全世界另一只最有名的股票特斯拉跟着抖三抖了。馬斯克的火箭帝國要套现了嗎？這究竟是普通人上車的世紀機會，還是一場精心包裝的信仰收割呢？今天這一期，我們一次說透5件事。 SpaceX 到底值不值1.75萬億？它的錢從哪來？往哪裡去燒？它跟特斯拉到底是什麼關係？上市後的解禁拋壓什麼時候來？還有，作為普通投資者，你到底該盯着什麼？以及我會怎麼操作？坐穩了啊，我們要火箭發射了。先来回答最關鍵的一個問題： SpaceX 到底是靠什麼賺錢的？這次的招股書一交，外人第一次看清了它的賬本。2025年總營收187億美元，比上一年的141億漲了33%，增長很猛。但你翻到利潤那一欄，按美國會計準則，它虧了49億美元。你看，一家估值1.75萬億的公司，竟然是虧錢的。那別急，魔鬼藏在細節裡。SpaceX 其實是3家公司裝在了一個殼裡。第一塊呢是發射火箭，叫 Space，2025年的營收大概40億，這是它的看家本領，一年發射了165次的火箭，連續第6年破紀錄。一枚獵鷹9號助推器復用了29次，這是什麼概念？別人是飛一次扔一枚， SpaceX 是同一架飛機反復飛，把發射成本直接打到了對手的零頭。第二塊也是真正的现金牛，星鏈 Starlink， 這是繞着地球轉的衛星互聯網，超過1萬個衛星掛在天上，給全球偏遠地區輪船、飛機甚至軍隊送寬帶。2025年的營收114億，占了全公司的60%，經營利潤44億，EBITDA的利潤率高達63%。一句話，星鏈一個人養着整個家。第三塊呢，最燒錢的 AI。2026年的2月，馬斯克把自己的 AI 公司 xAI， 就是做 Grok 大模型那個，整個塞進了 SpaceX。這塊2025年營收才32億，卻一年燒掉了140億美元，經營虧損63.5億。集團從賺錢變虧錢的那個黑洞就是它了。所以你看， SpaceX 是一台高速增長但極度燒錢的機器。它的資本開支，造衛星、造火箭、買 AI 算力的錢，一年高達207億美元，比它全年營收還多。对，這通常就是國家隊才幹得起的事兒了。我也真心佩服老馬，真敢想敢幹。結果就是星鏈自己一年能擠出約30億美元的自由現金流，可整個集團算下來，一年淨流出大概140億，再加上291億美元的長期債務。有分析師就尖銳地說，他的現金跑道可能只剩2個季度了。這下你就明白了，馬斯克為什麼偏偏挑這個時候搞史上最大的募資，因為這台機器太需要加油了。那核心問題來了， 1.75万億到底貴不貴？按這個估值， SpaceX 的市銷率高達了94到107倍。要知道，成熟的科技巨頭也就幾倍、10幾倍。
這裡呢，市銷率就是你每付1塊錢買入股票能換來多少錢的營業收入。營業收入是實打實的銷售額，是公司在市場上的真本事。所以市銷率衡量的是一家公司在營收層面的溢價程度。來看一下英偉達、特斯拉、洛克希德马丁的市銷率对比，遠低於 SpaceX。換句話說， SpaceX 它把未來10年的好事兒幾乎全部提前定價了。華爾街最有名的估值教授達摩达蘭自己搭了個模型來算，他給的合理價是1.2萬億美元，比 IPO 的目標整整低了1/3。他跑了上萬次的模型，中位數是1.28万億，結論很直白，在1.75万億這個價他不太想買，要是跌回了1萬億附近，他立馬就是買家了。我們可以參考這個位置，盯好了啊。很多人擔心跌不到這個位置，那怎麼辦？記好了，投資市場永遠不缺機會，缺的是耐心和等待。好像去年上市的穩定币第一股 Circle， 市场当時也是极度的追捧，那唯一纯正的稳定币标的了，稀缺，一上市就漲了4倍，之後呢，也是破發了将近50%左右。何況現在市場的宏觀狀況並不好，通脹走高，降息預期從原本大概會降2到3次，變成了可能加息。當然，我也會在頻道裡持續跟蹤更新的。這個頻道是我個人做投資研究和分享投資筆記的地方。講到這裡呢，我們來說說另一只股票特斯拉。SpaceX 和特斯拉法律上是2家獨立的公司，但中間拴着同一個靈魂人物馬斯克。那麼這次 IPO 對特斯拉是利好還是利空？短期來說，恐怕就偏利空。為什麼呢？這次 IPO 據報道把大概30%的股份留給了散戶，是平時的整整3倍，聽着像給粉絲發福利。可問題是，這些馬斯克的信徒本來就是特斯拉最忠實的買盤，現在馬斯克一魚2吃，同一批人的錢包要同時供2只股票。消息一出，特斯拉股價5個交易日裡一度跌了大概8%。還有個更微妙的東西叫估值锚。以前你想買純正的馬斯克概念，只能買特斯拉，現在多了個更性感的新選擇 SpaceX。 特斯拉的稀缺性被稀釋了，當然長期也不是壞事。特斯拉已經獲批把他對 xAI 的投資換成了 SpaceX 的一小塊股權，也就是說，特斯拉的股東間接也分到了一杯 SpaceX 成長的羹。接着說一個散戶最該警惕卻最容易忽略的詞：解禁。新股上市，內部人的股票通常要鎖定180天才能賣，防止他們高位套現砸盤。但 SpaceX 這次玩了個新花樣，階梯式解禁。具體怎麼解？2季度財報後，先放20%出來賣，如果股價比發行價高出30%以上，再多放10%，之後在第70、90、105、120、135天每個節點最多再放7%。3季度財報後，最多再放28%，一直到第180天，也就是大概今年12月中旬全部解鎖。翻譯成人話，這拋壓不是一次性拋下來的，而是像擠牙膏一樣分批往外釋放。好處是不至於一次性崩盤，壞處是從2季度財報開始，整個下半年股價頭頂上都懸着一把隨時可能賣出的刀。這一點想打新的朋友可要小心了。說了這麼多數字，我們退一步，看看馬斯克這個男人到底在賭一個什麼樣的未來。 SpaceX 真正的天花板不在現在的財報裡，而在2個還沒兌現的故事裡。一個叫星艦 Starship， 那枚要把上百噸貨物一次運上天，最終把人送上火星的超級火箭。另一個叫太空數據中心，用火箭把 AI 算力直接送上軌道，
靠太陽能跑大模型，聽起來像科幻，對吧？而星艦這條路走得一點都不順，去年它一度連續3次試飛全炸了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在 SpaceX 的字典裡，炸不一定等於失敗，他們甚至給爆炸起了個黑色幽默的官方名字，叫快速計劃外拆解。馬斯克的造火箭哲學就是這麼個理兒，與其在紙上算到完美，不如趕緊造出來，飛上天，炸給你看。因為從一地碎片裡，你學得最快，也最便宜。失敗不可怕，反饋最值錢，這才是普通人最該跟馬斯克偷師的地方。別等了萬事俱備才出發，先做出一個最小可行的版本，拋進真實的世界，讓它炸給你看，然後再快速迭代。就像我現在剛開始做這個視頻頻道，一個視頻發布出來，怎麼就幾個人看呢？不信你看我播放列表，跟蹤幾天，我就炸給自己看，現實才能激發成長，再不斷試錯改進唄。當然得提醒一句，投資跟造火箭不一樣，火箭炸了能重來，可你的真金白銀砸進去，那不一定有第2次試飛的機會啊。投資一定要謹慎，做好研究。我會在這個頻道裡持續分享我的投資研究。好，最後我們來算總賬。作為投資者，到底該怎麼看 SpaceX？ 先說利，它的護城河是真實而深厚的，可復用火箭帶來的極致成本優勢，星鏈上萬顆衛星和頻譜資源的先發壁壘，再加上從火箭、衛星到終端的全鏈條自研，在發射和衛星互聯網這2塊，未來這幾年幾乎沒人撼動得了它。它還是第1支純正太空加 AI 的上市標的，這份稀缺性本身就很值錢。再說弊端呢，有5條。第一，太貴了，94倍市銷率幾乎要求完美執行，容錯率極低。第二，星艦能不能成功啊，是懸頭頂的最大問號。第三，極度依賴馬斯克一個人，他的精力被特斯拉、xAI 甚至政治分散，他的一句話就能讓股價坐過山車。第四，常年燒錢，負債高企，靠不停的融資續命。第五，這是受控公司，馬斯克手握大概85%的投票權，還明確說了絕不分紅。一句話總結，地板很硬，但天花板全靠信仰。它的基本面地板，發射加星鏈，真實堅固，撐得起1萬億美元的估值。但1萬億之上的部分，幾乎全壓在星艦 Starship 是否成熟和 AI 敘事能不能兌現上。這是一筆下跌有底，上漲靠信仰的投資。我的操作就是，我等到估值跌到1萬億左右時，再考慮下場。那等不到怎麼辦呢？我本身就是特斯拉這個股票的長期持有者，也有了那麼一點 SpaceX 的敞口，不是？特斯拉相對於 SpaceX， 我看還便宜點兒。那作為普通投資者，想投資 SpaceX， 該盯什麼呢？就盯4件事兒：星艦的試飛成功率，星鏈的用戶還能不能繼續漲，整個集團燒錢的速度有沒有收斂，還有下半年那一波接一波的解禁拋壓。最後說句心裡話，馬斯克最了不起的地方，從來不是他算得多準，而是他敢把火箭造出来，炸給全世界看。但你我是投資者，我們要做的是看懂這場豪賭的勝率，而不是替別人的信仰買單。如果這期內容讓你對 SpaceX 看得更清楚了一點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、打開小鈴鐺。下一期我們繼續把複雜的財經故事講成你聽得懂的人話。我們下期見。訂閱我，下次更精彩喲。